Hello， 胡歌老师，陈老师，好久不见。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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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请坐。哎呀，最近怎么样？很忙吗？很忙，一直在家里看《奇葩说》。那听起来是非常繁忙，思维很繁忙。就前几天好像还上了一次热搜，我记得。当时特别闲适的一身休闲的装束，然后再给您可爱的小电动车在充电啊，对，是吗？对，其实真的很方便。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么小的这个新能源的电动车。因为以前呢也习惯开大的车，这有了对比以后，我才发现其实之前很多时候都是浪费。就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的理解好像这个车越大越好，这个座位越多越好。能坐更多的人，能装更多的东西，但是其实可能平时在城市内出行的话，我个人的体验，80%到90%的这个出行的这个时间里，车上只有我一个人。还真是。我自己有在想，我们对大的那种执着背后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焦虑心态。空间的焦虑，里程的焦虑点。你说的没错，就是我觉得有一种特别好像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用不到，但是我得有。我一定要把它握在手里，我要在它后边反而就安心。那正好我们这一款车的设计师也来到了现场。哎呦，太好了！让我们掌声有请 LEV 的设计者50 CDO 高成伟老师。高老师好，高老师好，请坐，请坐。幸会。你好，高老师好，请坐，请坐。谢谢。自己的作品，胡歌老师开着是一种什么心情？特别的兴奋啊！其实说第一的这个信息还是从我女儿跟我说，哎，爸，你看这个胡老师这个大明星开你设计的汽车啊，所以看到照片以后就特别的兴奋。谢谢。然后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真实的经历。我有一天开着它去一个停车场。然后那个保安大哥呢就一直在看我，我想说是完了被认出来了，我想是不是要签个名拍个照什么的。结果他说你这车很好看。他说哎这个灯怎么那么漂亮？他说你这是什么车？他说我原来关注的不是我，关注的是这车。但其实我们包括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好奇，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闲下来没有那么多工作填满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聊到生活，以前我觉得一直在一个这个错误的一个观念里面。就像您说的，我工作很繁忙，所以呢以前我一旦有闲暇的时间，我就使劲的要去张开双臂去拥抱生活，或者说我要奋力的去迈开双腿去探索世界。我觉得因为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后来我发现这是错误的，因为你越使劲，其实你错过的东西越多。你只有把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你才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生活中的美好很多时候像细沙一样，越是用力，对，流的就越快。对，反而松弛的把自己浸润进去，就会被那种美好包裹起来。是的。胡歌老师最近的生活状态是比较躺还是比较卷？最近倒还真是挺忙的。刚好是这个进入了县委大院的宣传期。所以我也是非常珍惜，就是这几天仅有的闲暇的生活时间。我觉得其实压力和责任是相对应的。就每个人他都有责任嘛，无论是家庭或者在工作单位或者在社会上。你一旦有了责任，肯定是有压力的。减压是相对而言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到压力存在的时候，我就先让它存在着吧。但是当我可能有相对自由的空间的时候，我再去把这个压力卸下来。是这样的，我以前减压的方式啊，就是可能就是远行啊，就是我们会去很远的地方，远离生活，远离城市，诗和远方。很多时候，因为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你虽然去到了大自然很美的景色，可是我脑子里想的都还是工作的事儿，我牵挂的都还是那个特别让我压力大的事儿。其实我并没有去到远方，所以我现在有一些转变了。所以为什么叫大隐隐于市呢？对，其实并不是看你身体在哪里，而是看你心在哪里。就心驰神往，对，可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又想到之前您上热搜的那个小片段，它就是超市
塑料袋、生火、细节、烟火气，然后街边的一个小小的有云有天有自己的爱车的那样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就是让人很羡慕。其实可能也是今天这个时代年轻人确实已经卷得没有办法了，所以每一点那种细节的生活松弛都会让人心驰神往。如果平时在工作场上特别紧绷，是不是精神上也会内耗，也会受损呢？高老师会有这种感受吗？肯定会有。因为对于我的职业来讲，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本身就是一种创意型的、创造性的工作。其实包括说这台车子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有这个故事可言的一个过程。就是当时的时候，整个的一个创意确实是磨了好多版。在经历多轮的设计提案和评审之后呢，我发现确实应该让大家在减压，轻松的一种状态，更好的让这种化学反应能够发生，最后才会有这么一台小车诞生，给人感觉呢也是挺治愈的、挺轻松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这样一个形象，比较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确实是，创造性时刻必须得松弛。像我们之前辩论压力特别大，想不到点的时候，我就去洗澡，就一直冲，那水龙头顶在脑袋上一直冲，你就听着水流的声音，突然好像有一瞬间就迸发出来了。它有那种松弛之后的通电顿悟，对，然后像涅槃似的那种状态。演员里边会有这种瓶颈阶段吗？我从03、04年开始算正式入行吧，一直到可以说到琅琊榜之前吧，其实我一直在寻找突破，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只是在重复，我希望就是我的角色是生动的、鲜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在自己想要去转型的这个过程中，我碰了很多壁，然后我又下了一个决定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话剧应该是最好的能够锻炼演技的地方。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本身的我的个性，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但是经过在舞台上9年时间反复的去打磨锤炼，然后我觉得这方面是有进步的至少我知道我可以做到哪是这样。特别近距离能感受到眼神里那种沉稳的力量感，那很松弛但是厚积薄发的那种感觉。40了嘛，所以您看，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瓶颈阶段，但是有的时候松弛下来，然后找到自己价值的真切的落点，然后在里面锤炼打磨出自信，最后用更松弛的态度去应对世界的挑战。是不是我们的晴空也是秉持着这样一种状态？因为现在好像汽车设计这个赛道也特别卷琳琅满目的科技无处不在的各种的功用，但有的时候返璞归真，化繁为简。对，我觉得这个周老师讲的一点没错。现在因为怎么样能够说又做到与众不同，包括说跟胡老师一样要突破自我，但是又要能够说符合主流的消费人群的认知，不能说为了求新求异变得特别的奇怪，让大家觉得你这是哗众取宠，对吧？所以呢我们确实应该静下心来，然后后退半步，让我们就像那个胡老师讲的，把自己真情实感的那种最自然的一种想法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让车子能够给到用户呢化繁为简，给人感觉更自然，更加就是舒服舒适。是的，所以轻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刚才其实有聊到胡老师之前有繁忙的工作嘛，如果闲下来会不会也翻阅几本书手边？必须要看呀，这必须要看，要不然不看书看不懂奇葩说回来了可能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身体去到远方但是我的心去到了那个远方我之前就很好奇，就是哪有那么多时间和途径去了解那么多截然不同的人生？您突然让我意识到，其实书籍是一条近路，它是一个阶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当然还有就是观察生活，
观察生活中的人物。比如说今天我就会看到您的一些细节，也会看到高老师的一些细节。这个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我记忆库里特别重要的。哇，突然间觉得我的细节要讲究起来。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就是我后来发现，如果我需要在生活中去获取一些创作灵感的话，我必须要让自己慢下来，因为我慢下来了，我才能够去看到更多的细节。就我们人生好像都有这个过程，先是不断加法繁复，什么都想要，空间、里程，像我们刚才说的，好像都要握在手里才安心。但是到达一定的阶段，知道最清晰的价值落点之后，就开始扔掉这些包袱了，因为负重前行，脊椎总会压弯，然后越来越轻减，就是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这个能不能高老师再跟我们分享晴空这款车特别适合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消费者来驾驭、来使用生活中？那我们这台车子呢，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特点吧，就是我觉得它总体都是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轻松好用的。第一个，它是轻巧，它其实最长的地方也就2.9米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一个2座的版本，更加袖珍迷你的一个版本，那可能只有2.6米啊，那非常的轻巧。这种场景呢是非常适合这个城市的这种复杂的一个路况的啊。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这辆车呢，虽然它很轻巧很轻，但是呢，它确实还是蛮有质感的。那这个从外观的角度外饰的话，第一眼它还是在需要装饰的地方，还是有一些能够吸引眼球的地方。第一感觉是非常的这个大道至简的一个设计。然后内饰呢不单单是增加了它的一些纹理感和层次，另外呢它的这个手摸上去也会非常的舒服。还有一个点呢，我觉得我们这辆车呢它是给人感觉呢刚刚好的一种科技感就是说它不会太过分，不会说它看上去像一台机器人啊，或者非常的陌生冷冰冰。2个10.25英寸的这个双电片的大屏幕，再加上我们0OS 系统的这个智能系统语音的交互也是给人感觉非常智能，能让我们的用户体会到这辆车子的这个科技这样的一个氛围。这小车开着我跟你说真上瘾，尤其是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在那个车流当中小所带来的这种轻巧灵便，钻行的时候，然后随心所欲，尤其是停车的时候，要去商场然后要去哪儿的时候，开一大车老担心找不着停车位。我感受是这样，因为我最近一直在体验嘛，开小车我觉得非常体面，为什么比如说，就像遇到这个停车难的问题，那大的车它怎么就停不进去对吧？我就可以轻轻松松、非常体面的停进车位，对吧？绝对的。这是第一个还有个什么呢？就是，因为之前我开的都是那个燃油车，燃油车会有一个什么问题最大一个问题，比方说，我要在一个地方等人，等人，比方说要开空调，我得着着车，这着着车，我有过一次经历，我去医院的停车场等人，然后呢，我在这个车库里我就着着车开空调，后来保安就说不好意思，请你熄火，因为这个尾气会造成污染，碳排放。我要是开着它，我随时随地我停车等人，就没有这个问题。还有个什么体面？您刚才说挤占空间，这个车虽然它就是说，里边的尺寸我们说外边看着小，里边尺寸很大，它不挤占别人的空间，对吧？这个就从设计上来说，它是为别人着想。是的，我又觉得很体面，它的空间很高效。对，今天我们很感谢胡歌先生，也感谢高老师。我们聊了很多，在繁杂的生活，在已经很沉重的高度压力、高度节奏的日常当中，怎么去找寻一块灵魂的栖息地，找寻一块自己心灵的后花园。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云上清谈节目的初衷。我们希望让大家在那么忙、那么累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舒展、特别安静的灵魂空间和物理空间。我觉得晴空就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物理空间，进行了一天的忙碌，做到里面极简的线条，极致尊重您感受的设计，您所有需要的这里都有，您所有不需要的这里也一点都不挤占您的这种思想。感谢胡歌先生的参与，今天聊得非常开心，也感谢高老师，感谢您给我介绍了这么多晴空的台前幕后这些艰难。
和最后呈现出了这么棒的一款作品。谢谢。那也谢谢屏幕前的各位一直耐心的陪伴和收看，这一期的云上清谈就到这里啦，希望之后我们有缘再见，拜拜。